大家好，我是牛牛。如果此时打开 DOTA 数据网站，你会惊奇地发现，现如今路人局全部5个位置胜率排第一的居然是同一个英雄，全部都是复仇之魂 VS。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英雄要在本身强度足够高的同时，还要能胜任从辅助到大哥的全部5个位置。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好好聊聊 VS 自命时版本以来的一些相关改动，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细节。VS 的先天技能叫做恶有恶报，这个技能非常贴合复仇之魂的复仇2字，效果是敌方英雄在击杀 VS 之后会获得一个 debuff， VS 对拥有这个 debuff 的单位能多造成 20% 的伤害。有一点非常离谱，就是恶有恶报可以被幻象继承，也就是说即使打掉的是 VS 的幻象，也会被施加上恶有恶报的 debuff， 并且此时本体对其造成的伤害也会被放大，340点伤害的魔法剑打上去有408。其他人制造的 VS 幻象同样有类似的效果，比如这里队友毒狗的 VS 幻象被女王击杀，可以看到此时女王身上会多一个毒狗头像的恶有恶报 debuff， 但是毒狗的伤害并不会被放大，反倒是 VS 可以对女王造成额外伤害，所以就是拥有恶有恶报技能的人可以对带着恶有恶报 debuff 的目标造成额外伤害，不管这个 debuff 是谁施加的。敌方毒狗同理，VS 的队友如果打掉了对面制造的 VS 幻象，也会被施加恶有恶报 debuff， 并且此时 VS 给队友造成的伤害也会被放大。可以看到在反哺天怒时会比反哺剑圣有更高的伤害。水人能继承这个先天技能的效果，击杀变形成 VS 的水人也会被施加恶有恶报，并且 debuff 图标是水人的头像。不过水人只有变形成 VS 才能对其造成额外伤害，正常的水人形态不行，因为刚才有提到需要恶有恶报技能以及恶有恶报 debuff 同时满足。如果 VS 在施加过一次 debuff 的情况下再次阵亡，并且是被另一个敌军击杀，那么此时场上就会有2个人都带着恶有恶报 debuff， 换句话说，复仇之魂的仇恨只会复制不会转移，只有当敌军阵亡的时候 debuff 才会消失，换句话说，复仇之魂只有当大仇得报的时候才会消除仇恨。如果 VS 有不朽盾，也会对打掉第一条命的敌军施加恶有恶报。有一点值得说一下，这个先天技能的增伤效果既不是作用在敌军身上的伤害加深，也不是完全等同于慧光这种技能增强，所以不管是跟冰甲或者狮王大招这种伤害加深叠加，还是跟慧光或者血怒这种技能增强叠加，都是算乘法的。340点伤害的魔法剑先被恶有恶报放大 20%， 再被血肉傀儡放大 35%， 总共就是550点，并不是直接放大 55% 这么算。VS 躲变命时叫做复仇之剑，效果是某个敌军在整个对局里面补的刀越多，魔法剑对其造成的伤害就越高。具体数值是该英雄每多补1刀，受到魔法剑的伤害就会多 0.75， 反补也算。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例外，但目前测试的结论就是这个多出来的伤害完全就是看目标左上角的正反补数据，比如打掉眼也会加补刀，所以也会因此而多承受魔法剑的伤害。 7.38 有一条关于机制上的更新，现在反弹的技能会继承原技能施法者的命石和 A 杖之类的加成效果，所以命1 VS 如果吃到反弹的魔法剑，也会根据自己当前的补刀数量而受到额外伤害。这个命石的收益其实比较难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衡量，数值上肯定是越往后期打越高，但游戏里不同时段等量伤害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只有对面核心才会有很高的补刀数，所以谈收益只能看个大概。拿老头杯决赛为例，周神3把平均的正反补之和是573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对面有选了复仇之剑命石的 VS， 那么他会在后期多承受430点左右的魔法剑伤害。 VS 右边命石叫做灵魂打击，效果是 VS 的远程攻击会具有近战行为，比如可以触发攻击分裂，比如可以触发连击刀。网友提到最多的问题是命2 VS 能不能以更高的概率触发晕锤，这个其实不太容易测试以及演示，但结论是可以的。 VS 的晕锤会是近战的 25% 触发概率。技能介绍里只提到了远程攻击，但其实很多其他方面 VS 也会被当做一个近战英雄，比如被冰眼打到之后减速效果也是按近战来算。 VS 和黑弦同为295移速，可以看到被冰眼打到之后降低过后的移速是一样的。天堂同理，命2 VS 受到的天堂缴械 debuff 只持续3秒，而不是其他远程英雄的4秒。所以灵魂打击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是让 VS 变成了一个近战英雄，不过还是有一些例外，比如 VS 并没有近战英雄的格挡效果。我这里不管让斯文打多久，可以看到 VS 受到的攻击基本都是恒定的，
而攻击正常的近战英雄，明显有一部分的伤害受到了格挡的影响。VS 的攻击分裂跟正常的近战英雄也略有不同，比如这里斯文的攻击刚好分裂不到 VS， 但如果往前挪2步就能打到了，说明分裂范围的起点看的是斯文出手的位置，而 VS 的分裂看的是目标的位置。如果在一个刚好分裂不到的距离打，即使调整距离离得再近，也还是分裂不到。同时可以看到 VS 狂战的分裂范围要比正常的近战远，这也是分裂起点判定的差别。还有一点跟正常近战不同的是，命2 VS 会享受魔龙枪的远程攻击距离加成，然后享受不了人马 A 杖对近战攻击距离的提升效果。VS 的攻击具有弹道这个特点，也让它跟一般的近战英雄不太一样，比如攻击可以被躲避，比如攻击会被竞技场拦截。然后有一点比较违和，就是命2 VS 不会受到低地打高地的影响，这里不管攻击多久都不会出现 miss 的情况。如果命1 VS 在同一个位置打，可以看到时不时就会打出 miss 红字。除了变成近战，灵魂打击命时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是把 VS 的基础攻击间隔从正常英雄的 1.7 降低到 1.5。这里2个等级一样的 VS， 即使攻击速度这个属性是一模一样的，但可以看到明显是命2 VS 打起来更快。DOTA buff 显示，大多数的复仇之魂玩家都会选择右边命使灵魂打击，占比 63%， 胜利的话也是灵魂打击明显高于复仇之剑，胜率高达 57%。 除了先天技能和命时， VS 还有个很关键的天赋需要聊一下，就是这个恐怖波动窃取 25% 降低的攻击力和护甲。有不少玩家都低估了或者说误解了这个天赋的效果，而且 7.39 更新也对其进行了数值上的加强。首先天赋的描述有一定的歧义，看上去像是在说 VS 窃取的只有敌军因恐怖波动抵 buff 而降低的那部分攻击力护甲的 25%， 实际上是恐怖波动窃取敌军总攻击力总护甲的 25%。 比如这里 VS 白字攻击是158点，带2个圣剑的斯温总攻击力是800点， VS 吼了之后可以看到白字攻击直接加了200，所以就是斯文总攻击力的 25% 直接加到了 VS 的白字攻击上。这个不算是翻译上的问题，因为英文客户端其实说的也是窃取 25% 降低的攻击护甲。这里吼完之后 VS 的绿字攻击也增加了，这是因为3技能复仇光环会提供基于白字攻击一定百分比的攻击力加成，所以光环对自身的效果也会因为这个天赋而被放大。窃取的效果是可以叠加的，如果吼多个人的话，可以看到 VS 身上会有多个独立的恐怖波动 buff， 被吼到的每个人他们总攻击总护甲的 25% 都会被 VS 给窃取。不过这个效果不能作用于幻象或者英雄级单位，所以就跟大牛灵体幽魂类似，最爽的还是打米波。恐怖波动作用在敌军身上的底 buff 不能叠加，连续吼同一个目标依然是总共降低 25%。 但这种情况 VS 这边获得的恐怖波动 buff 是可以叠加的，即使连续吼的是同一个人， VS 也能获得多倍的加成效果。恐怖波动底 buff 不能作用于减1免1的单位，但是这并不影响 VS 这边获得的 buff。 视频最后分享一下7000到8500分数段的路人局 VS 比较流行的出装路线。前面提到 VS 各个位置都能胜任，不过数据显示目前选 VS 来打3号位的场次明显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就只看3号位 VS 的出装数据。基本上所有玩家在前期都会做1到2个系带，然后是魔棒夹腿，接下来大多数都是直接做 A 杖，然后是魔龙枪，也有部分玩家会在 A 杖之前先动魔龙枪。这里一定要提一个关于 A 杖的细节，最近有非常多的网友都提到过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 VS 有 A 杖，但是死了却没有幻象出来。这是因为 A 杖复仇幻象是跟3技能复仇光环绑定的，所以即使你觉得复仇光环再没有性价比，也一定要记得在出到 A 杖之前至少学1级光环。有了魔动枪 A 杖之后，接下来做的最多的是分身斧和蝴蝶。如果升级完大推推之后还没有打完，最后1、2件的选择会比较多，有祭品、强袭、冰眼、胸针、云锤等等。OK， 今天就聊这么多，老哥们有学到的话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